会随我即刻启程，前往地关。随天神书院长老带众人来到地城，一群人来到方世间，长老把太阴玉兔和麒麟幼崽带走，不给众人多说的机会。10号想详细询问小兔子，都暂时没有机会了。这些奇才选择进入城池，很快10号惊讶地发现了一些熟人，真古、藤一、凤舞、左小迪、木子萧等，这些人竟也赶到了这里。真古拥有灵族黄金血统，手握战矛，号称无坚不摧。藤一是火金族最强年轻强者，该族曾是太古10大种族之一。凤舞是天仙书院最杰出传人，左小迪、木子萧来自神崖书院。除了他们外，还有其他人，都是故人。10号上前跟凤舞等打招呼，最后他看到了青衣，露出笑容。青衣虽然只是次身，但早已修出一道仙气，实力不好界定。在仙谷一地时，两人曾有过亲密关系，分别后几乎没再见过面。事实上，青衣有意躲着10号，因为感到尴尬。城池很大，人来人往，但故人重逢的喜悦并未被淹没。10号走上前，盯着青衣的眼睛，不避讳地问道：“青衣，你最近怎样？去了哪里？”青衣有点受不了10号火热的目光。10号心中漾起波澜，想起过去的种种，从敌视到并肩行，再到仙谷一地中的亲密，他神色古怪：“你怎么能这样盯着我看？”青衣受不了了。10号却笑着说：“你忘了曾对我说的话了吗？有一个约定。”“什么约定？”青衣脸红了，因为他记得自己说过的话，只是现在被10号提起，他很尴尬，装作忘记了。10号笑道：“给你提个醒，你曾说过，我若是进入仙谷遗迹后独占鳌头，天下第一，你会怎样做？”青衣的脸更红了，他不愿意面对这一局面，尤其是当着月禅的面。月禅比他还不自在，因为他们是主次生关系，彼此能交感。现在青衣面对10号的情绪，月禅也感同身受。可月禅本应恨10号，现在却因为青衣和10号在一起，让他心情复杂。青衣点了10号肩头一下，道：“别靠这么近。”10号道：“我这不是在等你给我一个说法吗？”青衣耍赖道：“哪有什么说法？当年的事我忘了。你曾说过，我在仙谷夺得天下第一名后，你会以身相许。”10号嘿嘿笑：“哪有？”青衣瞪他：“喂，说话要算话。”10号抓住青衣的藕臂，因为他想逃。“放手！”青衣还没说话，月禅已经开口，低声斥道。10号揽住青衣的小蛮腰，回头看着月禅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确定要跟我们一同进入天神书院？”月禅简直受罪，他想到，如果进入天神书院，那两人腻在一起，对他来说当真是炼狱式的折磨。月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越想越慌。10号居然问青衣：“你上次不告而别，是不是有了？这脸皮厚的简直能跟地城的城墙比。”青衣还没说话，月禅就气得发抖。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他真的不敢想象。一瞬间，月禅仿佛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：3人一起进了天神书院，结果真发生了10号说的那种事。到时候主次身不分彼此，他岂不是会感同身受？月禅差点崩溃，这简直太可怕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，不然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青衣终于开口斥责道：“你不要乱说话。”10号却大笑起来：“好，我们私下里说。”青衣是怕10号这家伙胡言乱语，让他下不来台。幸好他们开始传音，青衣才松了口气。而不远处的月禅也长出了一口气，不然他觉得任由10号说下去，自己肯定会被气得发抖。就在这时，曹雨生笑嘻嘻地走过来，故意说反：“青衣，你怎么不过来？月禅你怎么跟10号走在一起了？”长弓眼和龙女在旁边微笑，看热闹不亦乐乎。一个域外的少女也凑过来，对10号观感极差，因为她知道10号曾让无量天的人大败。她对月禅说：“喂，你们真是双胞胎姐妹啊！月禅妹妹，你要把妹妹救出来，跟了那个家伙，当真是在水深火热中。”周围的人都望了过来，比如真古、藤一、凤舞等。10号却很热情地说：“如果我们都能进天神书院，离开这一界，一定要彼此相互照应，毕竟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。”那些人都点头，自然应该这样。凤舞跟青衣关系很好，重逢后热络地攀谈起来。很明显，这里一下子分成了不少小势力，比如谪仙一方、10冠王一方、10亿和30天君等，还有10号他们。哥，突然一道声音传来，正是秦昊。10号很吃惊：“你来了，父亲、母亲呢？同意了吗？”他心里其实不愿意弟弟也离开，希望父母身边能有个儿女照应。可他又一叹，自己都闯来了，又有什么理由要求秦昊呢？只是想到父母，他觉得愧疚。这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秦昊的出现让域外的修士一阵议论，知道他们是亲兄弟后，一些人目光诡异。10号扫了他们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进入天神书院后，谁想找事，我自会一一奉陪。”就在这时，虚空中几道身影浮现，天神书院的长老回来了，身边还带着太阴玉兔和小麒麟。长老说道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该确定下人选，我们也该上路了。”小兔子咕哝道：“理应都带上，你们已经偏心将域外的修士带到了这里，为的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我们3000州的修士能赶到此地的，
理应都过关了。他因为得到了白麒麟幼兽，被非常看重，就留在长老身边。也对，3000周赶到此地的修士原本就不够多，那么就都算过关吧。出发。长老点头，居然同意了。所有人都惊讶且喜悦，九死一生来到这里，果然没有浪费时光。上路时足有10万人以上，结果只有这么少许人成功。一位至尊说道：“你们最后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吧，我们将离开3000道州。”听闻这句话，所有人都是一阵沉默。真的要离开这个大千世界，进入另一片天地，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光，也不知道多少年后才能回来，让人感伤。毕竟这里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，此时要离开了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舍，也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，很想立刻远行，得见长生者。在长老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地城城门下，只是这城门未免太高了，耸入了苍宇中，伴着星辰。前辈，我们是进城吗？有人颤声问道。是，一位中年人的回答很简洁。城太高，大门厚重，谁能推开？无尽星辰镶嵌在上，在巨门上熠熠生辉。一位中年人神色凝重，取出一块残骨，持在掌中，另外2人也如此，摊开手掌，各有一块残骨。残骨颜色都一样，洁白如玉。如今3块残骨合在一起，居然化成一座微型祭坛，很小，很古朴，泛出淡淡的光泽。众人惊讶，一座祭坛需要他们3人共同保存，可见关乎巨大。这座小祭坛摇动，发出神秘气息，悬在虚空中，它不过拳头大而已，但是此时却将所有人都收了上去。众人惊讶，每一个人变小了，站在那祭坛上。是，冲霄光芒发出，一群人被小祭坛载着，从这里消失，没入了城中。当再次出现时，天地间一片昏暗，只能模糊与朦胧地看清四周的景物。这是一片平原，广袤无边，昏暗与死寂是永恒的主题。在这里，除却他们一群人外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。地上有许多骨，早已暗淡，全都枯败了。这是何地？一眼望去，昏暗无边，这片土地一片焦灼，像是遭遇过雷劫，又像是曾被点燃过。古战场吗？众人不知道，唯有3大至强者能解释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说话。枯骨成片，走在上面，咔嚓咔嚓作响。这平原的尽头通向哪里？是何方？前辈，这就是地城的内部。有人问道。也太荒凉了，看不到守护者，只有七景。当年死了多少生灵，却不被人葬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所见到会是这样一副情景。真是地城内部吗？也算也不算。一位中年人开口，祭出一面古镜子，映照出远方的景象。所有人都闪目观看镜中的画面。还有一道城墙，不错，前方无尽远处还有一座城墙，阻挡着外界的一切。这里有一些石碑，你们自己去寻找，看一看上面所记载的太古的盟约。一位中年人说道，一阵唏嘘。只是这个地方太大了，根本就望不到尽头，上哪里去寻找石碑？如何才能读到太古的盟约？10号心中浪涛起伏，异常震撼。当年的那些人，就是因为签了太古的盟约，才不能离开吗？太古6大天人中最后一位，战族的古祖，他们这些人都在哪里？难道都死了？人们分散开了，寻找石碑。只是这个地方过于浩瀚，寻一块石碑跟大海捞针似的。人群一下子消失在了这里，如同蚂蚁洒落进大沙漠中，微不足道，寻不到尽头。你们自己注意，不要沿着这片古战场，一不小心走进奇异的大裂缝，而直接闯到边关外，前往敌人的世界。一位至强者提醒。关于太古的盟约，众人差不多已经猜到了，这样寻找不过是为了求证，真正了解到它蕴含的秘密。可惜始终没有见到，且人越走越少，越来越荒凉。咦，坏了，真的有人走失了。就在这时，3大至强者都变色，他们神识何其恐怖，一直在关注，锁定了此地。但即便这样，还是丢掉一人。按理来说，有他们在，绝不会有恙。可是现在真的出了大问题。是谁？是谁走失了？他们站起身来，快速冲进黑暗大地尽头。10号感觉诡异，他走着走着，周围的时间像是静止了，一下子凝固了，陷入到一种奇妙的境界中。随后他发现自己正踏着一条黑色的通道，从这片古战场消失，想要收回脚步时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斗转星移，似过去了万古。他发现彻底摆脱了那片战场，离开了白骨遍地的遗迹，踏入了未知区域。这是哪里？10号自问。依旧昏暗，甚至能见度更低了一些，带状黑雾飘着，山川间没有草木，只有无穷的白骨等。10号四处打量，而后震惊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件器物，3足2耳圆鼎。这可不是第一次见到了，但以前都是虚影，这一次是真正的实物。那鼎染着血，母气流转，散发惊人的气息，悬在那里一动不能动。边荒，为何这只鼎认准了边荒？10号自问，而且他心头砰砰剧跳，很紧张。真正见到实物了，这鼎要传给他什么消息？还有，那鼎中到底有什么？这口鼎给10号的印象太深了，
第一次在仙谷一地黑渊下的残破祭坛见到他时，就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不过当时看到的应该只是虚影，是昔日磨刻在虚空中的印记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是实物。10号站在昏暗的世界里，眼前是空旷的战场，大地焦黑，枯骨遍地。这口3足2耳圆顶散发着各种仙金的光泽，天地母气环绕，顶口内混沌一片，仿佛孕育着宇宙。顶上有血液，嫣红而银灿，每一滴都像是包容着一个大世界，神秘的让人看不透。10号确信，这血跟他身上那一滴一样，都是无法想象的强者留下的，而且不止一种血，至少有数人的，全都是至高生灵的精血。10号迈步向他走去，轰的一声，整片世界都像是要炸开了，只因这口鼎动了一下，10号差点被震得粉碎。他震惊了，这鼎的威力太恐怖了。还好，只是刹那的悸动，他很快又寂静无声了。10号盯着这口鼎，心里满是疑问：这鼎究竟是谁炼制的？他为何来找他？难道里面沉睡着一个绝代高手吗？可惜鼎中有天地母气和混沌，深邃无比，根本看不清最深处有什么。你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10号问道。此时他出奇的平静，面对这口至高无上的宝鼎，他没有一丝敬畏之心。这口鼎发光，9种仙金交相辉映，透发出天地母气，越发神秘莫测。鼎中像是有一道身影腾起，但最后又消散了。那些如玛瑙般的地血抖动起来，最后发出声音：来早了。只有几个字，但却带着万古的沧桑，还有些无奈和疲惫。10号又问：你是谁？可这鼎却寂静了，不再出声。就在这时，天地暴动，无穷的闪电交织，仿佛要灭世一般。10号吓坏了，这是怎样的雷劫啊？比成仙人要渡的劫还要可怕。这口鼎动了，迎向高天，鼎口发光，将所有雷电都接引过去，包容万道雷霆。剧烈的响声中，天地崩坏，但所有雷电还是被吸收了，被那口鼎磨灭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喷薄出一些母气，弥漫向这片虚空，抹除了所有虚空大裂缝，像是在斩断各种因果。10号看得震撼不已，他记得古书上有记载，除非乾坤产生不可想象的巨变，不然不会有无上雷劫降临。可刚才他只是和这鼎简单对话，对方只吐出几个字而已，就引发了这种场面，这简直不可理解。你来自哪里？10号又问。鼎中再次传来声音：不属于过去，不属于现在。可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天地的变化更加惊人了。仙光一道道，雷霆如瀑布般劈来。这口鼎发光，上面浮现无数图案，全都如阵图般一幅又一幅的飞起，在这里封天炼化无上雷劫。10号惊叹，这种手段谁人可及？伴着仙道气息的雷电都被炼化了，这鼎简直堪比一尊仙王。当天地宁静下来时，10号内心如暴风雨中的大海，波澜壮阔。依照鼎中的声音，来自未来。10号惊悚不已，虽然过去就有猜测了，但真正面对时还是不寒而栗。你不属于过去与现在，是从来世而至吗？10号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，可又怎么能静得下来？这句话出口后，那鼎沉默了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死气沉沉。但是虚空中那雷电比刚才还要强盛数倍，仙气弥漫，大到威压人间，像是要灭世。10号被镇住了，如果没有意外，这猜测是真的，因为对方不出声，这是沉默而承认吗？天啊，他觉得要疯了，真的是从未来而至的生灵，这简直不可想象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未来会有这种变故，而导致有人要来此，要跟他对话。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鼎时，在那黑渊下意外得到的烙印信息是，此鼎是来求援的。如果这些都联系起来，他简直难以置信，将来会发生什么，才导致这样的事件出现。10号越是深想，越是觉得恐怖，未来一片黑暗，他看不清，被迷雾笼罩，让人不安。他自问，若是我身在未来，前往过去，想要做什么呢？他想了很久，自语道，我若回到过去，只是想了解敌人，弄明白仙谷纪元为何走到终点，有何办法可治那些敌人。10号在类比，用这种方法猜测将来的人回到现在的动机需要什么。他自语，难道说我们这一纪元覆灭，走向了终点，各种生灵都死去了，未来又一个纪元开启，想来这里探明情况。想到这些，10号一阵怅然，终究是要踏上仙谷纪元的老路嘛，这一世还要失败，所有生命都将走到终点。而外界3大至尊在寻找，这种情况太诡异了，一个天才就这么消失了，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莫名失踪。任3人神识超绝，可此时却一阵难堪，这件事让他们悚然。毫无疑问，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出现，带走了那个年轻人，比他们3个都要强大，不然的话绝不可能无知无觉。难道是地城中的生灵在出手？那些人还活着吗？他们低语，看着远方第2重宏伟的城墙，心中悸动，不然的话有什么解释？他们一番商量后做出决定，不管怎样说，那种力量绝对超越了我等，若是有人在故意干预，我们还是不要去触眉头了。他们决定离开3000州，离开地城，开始传音召唤那些天才。
跟他们讲明要横渡出这片大世界了。只是终究是少了一个人，三大至强者心中有愧。终于，他们离开了。而那片灰暗的世界里，10号还在自语，尝试跟鼎交流，想弄明白一切。只是那鼎不再有声音发出了，而10号也心存忌惮，没有办法顺畅地了解那些事。对于这口鼎是否来自未来，10号冷静下来后已经相信了。他知道这世间真的有这种大神通的生灵，可以暂时干扰时光。10号一叹道：“未来，我在何方？难道不再出现，终结在这一纪元了吗？”他望着这口鼎，又看向远方，天地间灰蒙蒙，黑雾扩散，地上白骨如雪，成堆成片。这似乎也预示了他还有这一纪元的未来吗？估计灰暗，缺少希望。我不信，10号冷声道：“我不会逝去，必要超脱不朽，斩败古今所有敌。”随着这些话语一出，那口鼎震动，光芒大盛，璀璨无比，像是跟着他共鸣，深感欣喜。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？10号问道。无论是求助还是交流，这鼎都应该是想告诉他一些事，只是无法明说。那一战，我要看到你。突然，这鼎再次传出声音了，现在用尽了最大的力量，抵住了冥冥中的一种规则，在告知。10号浑身巨震，他像是抓到了什么，要看到一幅神秘的画面。此时，天地间无尽规则交织，雷电伴着仙气开始疯狂涌动，一片雷电轰然落下，瞬间击穿了天地，浩瀚的战场被彻底覆盖，仿佛一切都要被毁灭。10号心中震惊，这种雷电的威力太过恐怖，任何一道都足以击穿一个大洲，如果发生在3000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，那口神秘的鼎再次冲了上去，它似乎在斩断因果，磨灭某种秩序。最终，在10号看来，史上最可怕的仙道雷霆消失了，全部化作光雨散开。不过，这口鼎也暗淡了许多，上面的血珠滚动，内部的奇异光彩最终归于灰暗。它虽然斩掉了雷霆，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10号意识到，这种毁灭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他与鼎的对话引发的，那些天机影响了世界的平衡与稳定。他内心涌起不安，未来究竟会怎样？这口鼎前来寻找他这个古人，说明事情已经严重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。仅仅是简单的对话，就已经引发了如此可怕的景象。10号明白，他们无法真正沟通，哪怕只是稍微触及核心，就已经如此了。如果彻底讲出一切，那一定是灾难性的，甚至会改变历史。这口鼎是从下一个纪元而来的，它回归到了所谓的过去，因果复杂到无法想象。对于后世人来说，此时的一切都已发生，无法更改。而强行干预的鼎，即便再强大，也无法改变什么，否则诸天万界都不会容它。岁月早已宣判，发生的事无法更改，即便是来世人的法力再强，也无法改变什么。10号看着这口鼎，轻轻叹息。他虽然说过希望在那一战中看到它，但这并不能破解本质性的东西。10号相信这口鼎无法再透露更多信息，只能引导他去猜测。他自语道：“我已经看到了一角未来，万古孤寂，一世苍凉，独伴神道，这是我的结局。”他曾经看到过这一幕，连柳神都死了，化成一截焦炭，而他背对他盘坐，这就是结局吗？你若是来自下一世，那个纪元的人应该洞悉这些了吧？10号问道。但古朴的鼎没有反应，他像是在怀疑，在分析什么。鼎壁上的地血在发光，一闪一闪的，很有规律。10号眯起眼睛，他在试探未来究竟会怎样。不过，透过这口鼎，他有点不能宁静了。关于他，关于这一纪元的结局，难道后世人也说不清吗？这一纪元结束后，他将会在哪里？是死去了，还是出了什么变故？10号自语道：“看来很多事都应验在我身上，不然你又何须来此呢？”他握紧拳头，不肯接受。如果万古死寂，举世皆灭，留下他一个人，还有什么生存意义？我可以扭转一切，那不是未来，不是结局。10号说道。这口鼎竟在摇动，像是点头，又像是承受着莫大的因果在抗争。突然，他动了，撕开虚空，一路向前而去，从10号眼前消失了。10号一怔，这口鼎将他接引到这里，最后却毫无留恋的离去。他叹息一声，知道自己还不够强，如果实力震古烁今，说不定可以强行留下那口鼎。他明白，鼎出来早了，要见的，要等的，自然并不是现在的他，而是此生最强大的他。10号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去，这里显然不是他早先待的区域。他沿着通道来到一片奇异的空间战场，多半是在地城中，离3大至强者太远了。不过，他看到前方的光亮，那是鼎消失后留下的余波，五彩斑斓。那地方虚空有一道缝隙，居然还在鸣颤。10号想也不想，快速冲去，身化一道红芒。他知道这鼎不会害他，若是有危险，他不会留下路。这或许是在引导他，估计这也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。再强行干扰的话，多半会引来无法斩灭的因果。四野灰暗，焦黑的大地寸草不生，到处都是枯骨，那是漫长岁月前留下的，不知道有多少英杰战死。黑暗中，
唯有那道斑斓彩光最醒目，于这蒙蒙死界照出光亮。唰的一声，10号一冲而过。下一刻，花香鸟语，草木清新，青山绿水，灵气荡漾。10号愕然，这种场景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不再是死寂，不再是焦土，没有了尸骸，有的只是勃勃生机。顶消失了，10号所面对的是一片葱绿，瑞光点点，看起来很祥和。我来到了什么地方？10号一阵恍惚，前后反差太大了。身后的彩光消失了，那道虚空缝隙愈合，就此不见。这是一处空间节点吗？10号回头望了一眼，将这个地方记住，也许想要返回去，还要用到这里呢。他想看一看究竟到了何地，没有飞起，怕因为莫名规则压制。显然这个世界很不一般，他感觉到了一股浩瀚与宏大，仿佛有一种大道在降临，在这祥和中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突然，一只还在鸣叫的小鸟化成一道绿光，向着10号飞来，速度太快了。10号用手一挡，居然在其掌指间发出火星，铿锵作响，如同金属撞击在一起。这让他震惊，一只巴掌大的小鸟而已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力气，还如此坚硬的躯体，不可思议。绿光一闪，这只鸟儿倒退，如同鬼魅一般，留下一道残影，降落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，死死地盯着他。10号眯起眼睛，天目睁开，仔细凝视。刚才他速度太快了，不曾注意到，现在看了个真切。很快10号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种生物3000道州没有。它不大，但长相怪异，鸟会如一条真龙般弯曲着，形状若龙，太邪门了。此外，在其绿色的鸟羽上还有一些模糊的骷髅图案，天然形成，而非描绘。死亡龙嘴鸟，10号不敢相信，他认出了，现实中没有了，早已绝迹。这是古书上记载的魔禽，它太古老了，老到这一纪元初开时才能寻到那么几只，但很快就灭绝了。但是据传在上一纪元时，这却是一个强大的种族，虽然形体不大，但整体实力相当恐怖。我来到了什么地方？怎么见到了这种生物？10号不解，因为据他所知，这一纪元天地早已发生大变，规则秩序不同了，很多生物不适应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。仙古纪元的很多生物都绝灭了，不适应这一世。就是在3000大道花瓣绽放后所贯通的那片仙古遗地中，这种魔禽也消失了，不适合乾坤变化，举族皆灭。可以说这一世根本不可能见到这种鸟了，只是眼下却被颠覆了。这头死亡龙嘴鸟分明强大的离谱。不过10号也注意到了，它的眼睛是红色的，同记载中绿如宝石不同，太妖艳了，闪动着一种诡异与可怖的光芒。这让10号心头一跳，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了仙古纪元一战。当年有些入侵者就是这个样子，眼睛赤红如血，如同魔化。10号惊悚，他有了一个可怕的联想：我来到了哪里？难道是那个世界？如果属实，绝对是震撼的。不过他又使劲摇了摇头，觉得有点不太真实，边荒很难击穿，不好逾越。但是那只鼎也许有如此实力，他思忖着。绿霞一闪，那只鸟又到了，快到不可思议。而且这个时候发动了道法，龙吟声不绝，鸟会发光，飞出一道又一道龙形光刃，劈杀10号。一般的天神碰上都得死。10号感叹，他全力以赴，最终动用鲲鹏法将这只鸟镇压，想要弄个明白，询问他这是哪里。可是令人悚然的事情发生了，当此鸟被镇压后，他的血眸暗淡了，随后自身开始腐烂，接着羽毛化成飞灰。时间不长，他就成为了尘埃。这片刻间，他像是经历了万古那么久远，形神俱灭。10号在这里搜索，发现这只魔禽是附近的霸主，所有生物都是在他统治下生活。不过这块区域很诡异，但凡活着的凶禽猛兽，眼睛都是赤红色的，不能驯服，一旦受伤，直接化成尘埃。世界这一边，我来到了敌人的领地了吗？要探个究竟。10号心头剧烈跳动，这次的意外之旅让他难以平静，一直在猜想敌人到底什么样子，有何来头。现在他可能寻到了机会，也许马上就能洞悉一切了。